你的头躺在枕头上，但你的思绪却在进行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不是吗？房间的寂静只会放大你思想中震耳欲聋的噪音，你发现自己重温着白天的每一次对话，剖析着每一个错误，每一个说错的词，把小小的失误变成巨大的灾难。夜晚本应是你的和平圣殿，你充电和恢复的时刻却成了你个人的战场。正是在这个确切的时刻，你的思绪没有了白天的干扰，决定开设一个法庭来审判你的过去，并为未来排练所有可能的灾难。你筋疲力尽，你的身体恳求休息，但你的思绪拒绝让步，将你困在焦虑和失眠的恶性循环中，让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变成了一个人质。这种漂浮在忧虑海洋中的感觉是深刻的人类共性，但它也是一种无声的自我破坏。你感到胸口焦虑的身体重压，一种不允许你深呼吸并投身睡眠的压力。看着时钟上的时间流逝，知道第二天需要你的精力，这种挫败感只会加剧你的痛苦。你在这场斗争中并不孤单，每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进行着同样的战斗，感觉自己失去了对内心和平最后堡垒的控制。他们相信宁静是运气问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那是焦虑告诉你的第一个谎言。和平不是一份礼物，它是一项成就，而今天你将学会为它而战。但今晚将会有所不同，今晚你不会成为你思想的受害者，你将成为他们的指挥官。我将教给你一个斯多葛式的仪式，一个由3个实用而强大的步骤组成的战斗计划，将你的睡眠准备转变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自制行为。你将不再尝试睡觉，你将宣告一天的结束，封闭你的思绪，以抵御混乱，并夺回你的和平。因此，在我们开始之前，作为你休息的设计师，做出你的第一个决定：订阅这个频道，以免错过任何为你精神武库准备的武器，并在下方评论你从哪个城市开始这段旅程。这个简单的行为就是你的宣言。从今天起，你将掌控一切，你的夜晚终于属于你了。解决这种夜间混乱的方法不在于现代的应用程序或神奇的药丸，它存在于一个有2000多年前的男人们建立的精神堡垒中。他们面对过瘟疫、战争和管理整个帝国的责任。我说的是斯多葛派灵魂工程的大师，他们不是象牙塔里隐居的学者，他们是将军、政治家和皇帝，需要在极端压力下保持清晰的实用工具。我将要教给你的不是抽象的哲学，而是一种战略性精神卫生，一种为单一目的而设计的思维技术，让你掌控你的内在状态。它是人类思维的操作系统，让你能够处理一天，丢弃无用之物，并保护至关重要的东西，你的和平。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上床睡觉的意义。你被引导相信，安然入睡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一种在条件完美时发生的运气。这是一个让你保持软弱和被动的谎言。斯多葛派的真相是，夜晚的和平是你用意图和纪律建立起来的。从今天起，你将要做的不是尝试睡觉，而是执行一个至高无上结束仪式，把它想象成你一天中最后的领导行为。你不是向夜晚投降，希望他会温柔待你，你在刻意的宣告白天战斗的结束，检查你的精神领地，并对任何入侵者，无论是外部的担忧还是内部的叛逆思想，关上大门。你是皇帝，而你的思绪是你的帝国。为了巩固这种实践，我们看向最能体现这种力量的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想象一下他身上的压力，领导着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处理着边境的战争、罗马的政治阴谋和一场毁灭性的瘟疫。他的夜晚本可以，也应该是焦虑的地狱。然而，他找到了一种在混乱中铸造宁静的方法。他不是等待和平，他通过一种夜间的反思和写作仪式来培养它。他在营帐里，在一盏油灯下所实践的，正是你即将学习的同一种思维技术。你将使用一位皇帝的工具来为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带来秩序，证明安睡的力量不取决于环境，而取决于你的纪律。现在，我们进入你堡垒的核心，这不是一套技巧，而是一个神圣的仪式。
一个有益的行动序列，将系统的瓦解焦虑并建立和平。忘掉你自以为知道的关于放松的一切。我们即将在你的思绪中执行一次精确的手术。拿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不是手机，不是平板电脑，书写的物理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你需要感受能量的转移，你所承载的每一个重负的外化。这本笔记本是你的知己，你的容器，它不评判，只吸收。准备好，因为你即将成为你自己休息的建筑师，而第一步就是清理将要建造你宁静的土地。你的第一个任务执行起来很简单，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你将把你的思绪清空在纸上，在10到15分钟内，你将不停地写，没有过滤，没有审查，不要担心语法、标点或连贯性。目的不是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而是对你头脑中循环的一切进行一次原始而诚实的倾倒，记下每一个担忧，每一个待办任务，每一个怨恨，每一个对明天的恐惧，每一个对今天的后悔，给每一个在黑暗中困扰你的幽灵一个名字，把它们带到纸页的光明下，在那里，它们失去了虚无缥缈的力量，变成了仅仅是文字，可观察和可触摸的。这种外化的行为是斯多葛派清晰度的基础。当思想仅仅停留在你的脑海中时，它们是抽象的、相互关联的和混乱的，它们相互滋养，创造出看似无法停止的沉思循环。头脑不是被设计成一个担忧的容器，它被设计成一个处理的工具。通过写作，你将抽象变为具体，你把焦虑的迷雾凝聚成墨水的滴珠。这种转移是一种分离行为，你不再是你的思想，而成为他们的观察者。这是恢复控制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你无法指挥一支你看不见的军队。这个过程必须是无情的，不要留下任何未翻的石头。与你老板的那次奇怪的谈话，写下来，你需要支付的账单，写在纸上，对自己不够好的恐惧，给他判个刑，对家庭成员的恼怒，描述他，把你的思绪当做一个在翻新前需要清空的房间。你正在搬走所有旧家具，所有积累的灰尘，所有白天留下的垃圾。不要执着于任何东西，只是移动、倾倒、转录。这是你净化的时刻，宣泄的时刻，这是你对你的思绪说的时刻。我听到你了，但你的班次结束了，现在休息吧。最后要明白，这个练习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不是现在。夜晚不是用来做战略规划的，而是用来恢复的。目的仅仅是转移负担。你正在对你的问题说，我看到你们了，你们被记录下来了，但今晚你们不能睡在我的脑海里，你们将睡在这里，在这一页上。当你合上笔记本时，你象征性地关闭了通往这些担忧的大门，直到天亮。他们明天会在那里等着你，但他们将不被允许亵渎你的夜间圣殿。这种给一天画上物理句号的行为，对于向你的大脑发出的信号是非常强大的，即战斗已经结束，休战已经开始。你的思绪会提出的第一个阻力是疲劳，我太累了，做不了这个。他会说，写作会让我更清醒。这是一个陷阱，是你的焦虑为了维持对你的控制而找的借口。他在混乱中茁壮成长，并害怕秩序。事实是，让你保持清醒的不是精力，而是动荡。写作的行为虽然需要一点初始的努力，但通往的平静远比仅仅躺下等待的被动要深刻得多。这是在暴风雨中漂流和掌舵驶向安全港口之间的区别。初始的努力是一项能带来和平回报的投资，另一个内心冲突是害怕面对你脑海里真正的东西。让思想作为一种模糊的背景，噪音比在纸上正面面对它们更容易，因为一旦写下来，它们就变得真实。你可能会害怕你会发现什么，你的愤怒、你的悲伤或你的不安全的深度。你的思绪可能会试图说服你，最好不要捅这个马蜂窝。但斯多葛派教导我们，清晰，即使是痛苦的，也总是优于舒适的无知。你不面对的东西控制着你。通过拒绝写作，你允许这些怪物继续从阴影中低语。写作就是打开灯，还会有怀疑的声音。这能有什么区别？只是纸上的文字而已。这是普通人的逻辑。
他们只相信他们能触摸和立即衡量的东西，但你正在训练成为你内在状态的建筑师，而建筑师的工具往往是无形的。这个行为不是关于墨水或纸张，它是关于它所触发的神经重构，它是关于通过一个物理行动向自己证明，你有能力决定你的思想居住在哪里。你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对你自我管理能力的一次信任投票，你不仅仅是在写一个清单，你是在重写你与自己思绪的关系。最后，沉迷于即时满足的现代思维会抵制仪式的纪律，他想要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一个关闭按钮，一页又一页地遵循一个过程的想法似乎是一种负担。但精神的和平不是一个目的地，它是一种实践，就像强化一块肌肉。你不会去一次健身房就期望永久的效果，同样的，你每晚练习精神卫生来保持你的思绪强大和有韧性。对常规的抵制就是对成长的抵制。把仪式当作不是一项任务，而是你成为自己宁静守护者的日常训练。你执行它的每一个夜晚，堡垒就变得更坚不可摧一点。想象你的思绪是一座房子，白天门窗都开着，人、信息、情感和责任不断的进进出出。到了一天结束时，房子里一团糟，水槽里有脏盘子未完成的任务，角落里有垃圾令人沮丧的对话，所有房间的灯都亮着未来的担忧。在这种状态下试图睡觉，就像试图在一个混乱的派对中休息，这是不可能的。清空仪式就是有条不紊地开始打扫房子的行为。笔记本是你的垃圾桶，你写的每一个担忧都是一个你从水槽里拿出来留到第二天清洗的脏盘子，你记下的每一个怨恨都是一个你扎好并放在外面的垃圾袋。你不是在消除宇宙中的垃圾，你只是把它从你的生活空间里拿出去，这样它就不会腐烂并污染你的休息。思绪就像房子一样，需要打扫才能成为一个圣殿。你不能指望和平会自发地从混乱中产生，你需要创造它，一次一件。想想克劳迪奥，一个整天在城市混乱交通中穿行的司机，他吸收了其他司机的紧张、交通堵塞的挫败、交货期限的压力。如果他把所有这些都带回家，他的夜晚将和他的白天一样紧张。但如果当他到达时，他脱下制服、洗手，然后坐下10分钟来卸载一天的事件到笔记本里，他就在象征性的把工作留在门口。他在划清界限，宣告司机克劳迪奥下班了。现在只有克劳迪奥这个人住在这里，而这座房子是一个和平的地方。这个清洁过程不需要是完美的，你不是在寻求一个无菌的房子，而是一个功能上平静的房子。角落里总会有一点灰尘，顽固出现的残余思想，这很正常。清空的目的不是达到绝对的精神真空，而是将噪音降低到一个可管理的水平。这是试图在最大音量的音响旁边睡觉和试图在风扇的轻柔嗡嗡声中睡觉的区别。仪式降低了你思想的音量，让你的意识最终得以休息和恢复，为第二天做准备。完成这第一步后，你会感到一种及时而明显的变化。你胸口的重压会变得更轻，你脑海中不断的嗡嗡声会减弱为低语。你将把无形的混乱转变为一页纸上有序的项目列表，它们没有消失，但它们被遏制了，被囚禁在墨水和纸张中。它们再也没有力量在黑暗中追逐你，因为你已经把它们拖到光明下，并给了它们一个名字。这是权力的初次体验，是你并非思绪的奴隶，而是其主人的第一个证明。你从这种实践中获得的力量是清晰的力量。焦虑在困惑中茁壮成长。当你不知道你到底在担心什么时，一切似乎都充满威胁。但通过强迫自己阐明你的恐惧，你定义了它们，而可以被定义的东西就可以被面对。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许多担忧比它们看起来要小，或者它们完全超出了你的控制。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点。这种清空的行为是一位将军在战斗前的初步筛选，他需要确切地知道他面前有哪些敌军。更重要的是，你获得了一种结束的感觉。人类的思绪渴望闭合循环，夜间焦虑往往是一天中充满开放循环。未完成任务和未解决对话的结果，写作并合上笔记本的行为是一个强大的心理信号。
告诉你的大脑，工作日已经结束，你已经尽了你的本分，你检阅了部队，边牧了威胁。现在像一位明智的皇帝一样，你退回到你的寝宫，相信明天的计划将在太阳升起时执行，而不是之前。因此，这个原则的应用通过秩序赋予你和平。你将你的意志强加于内在的混乱之上，你把思想的风暴装进了瓶子里，这不是一种压抑的行为，而是一种聪明的组织。你不是在忽视你的问题，你是在为他们安排适当的时间。通过这样做，你将你的夜间自我从解决他们的责任中解放出来。你现在唯一的责任只有一个，且只有一个：休息。而你将会这样做，知道你已经为和平的绽放清理了土地。现在，随着思绪更加清晰，我们准备好进行第二个任务，这将进一步提炼你的焦点并倍增你的和平。到目前者为止，我们所做的是把房子里所有的垃圾都清除了。现在，我们将学习如何锁上门窗，以确保在夜间没有任何不想要的东西进入。这下一步是真正的斯多葛智慧开始闪耀的地方，区分什么是你的负担，什么从一开始就不是你的。为你至高无上仪式的第二幕做好准备。现在，你的担忧清单就在你面前。你的第二个任务是执行所有斯多葛工具中最强大的一个——控制二分法。再次拿起你的笔，这一次，你将重读你写的每一个项目，并且只在你第二天能够100%控制的事情周围画一个圈。要绝对诚实。别人的反应在你的控制之下吗？不。一个项目的结果？不。只有你的努力。明天的交通？不。你决定早起的决定？是的。捐起来。你面对一个难相处的同事的态度？是的。捐起来。这个练习灵感来自于伟大的斯多葛派哲学家艾比克泰德，他曾是奴隶，后来成为罗马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是一种划界的行为。你正在建立一道精神城墙，圈内是你的王国，你的行动领域，你拥有绝对主权的事物，你的选择，你的判断，你的行动和反应。所有圈外的东西都是外国领土，你可以影响它，你可以担心它，但最终你不控制它。而夜晚，你神圣的恢复时间不应该被用来巡逻不属于你的土地。通过进行这种实践，你实际上是在重新定位你所有的精神能量。焦虑从根本上说是在不可控变量上浪费资源，它是试图打你赢不了的仗，在你不是你的战场上。通过画这些圈，你正在给你的思绪一个清晰明确的命令，将你所有的火力集中在这里，在这些城墙内，忽略其他一切，外面的东西今晚不归你管。这不是一种冷漠的态度，而是一种战略智慧。它是一位明智的皇帝的认识，他不会在无用和遥远的冲突中浪费他的军团。这种划界的最终结果是一张为你思绪准备的清晰地图。之前，你有一个混乱的问题清单，现在你有一个针对明天的专注行动计划和一份你被明确允许放弃的担忧清单。这种技术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简单性和它解放性的深度，它切断了世界的复杂性，并将其简化为一个功能性的问题。这在我的控制之下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值得你在适当的时候关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它值得你的接受和你的超脱。尤其是在你主要任务是重新充电的几个小时里，应用这条规则的困难在于我们的自我。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相信我们可以，也应该控制一切。我们想控制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所爱之人的健康。放弃这种控制似乎是一种失败或不负责任的形式。你的思绪会挣扎，低语道：但如果我不担心这个，谁会呢？如果我不为问题 X 想出一个解决方案，它会变得更糟。承认宇宙的绝大部分独立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担忧而运作，需要勇气和谦逊。第二个冲突是习惯，我们沉迷于担心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事情，这是我们练习了多年，也许是几十年的思维模式。担忧给我们一种我们正在为某个问题做些什么的虚假感觉。放弃这种担忧会创造一个真空，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该用那些通常用来担心某人想法的精神能量做什么？挑战在于学会将那份能量重新导向圈内，导向那些真正塑造你生活的行动和态度上，而不是浪费它对着风大喊大叫。此外，还有影响和控制之间的混淆。我们清单上的许多事情并非100%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但我们可以影响它们，这就创造了一个灰色地带。焦虑喜欢躲藏在那里。我无法控制我是否会得到晋升，但我可以为面试做准备。艾比克泰德的关键是绝对的清晰，你只控制准备，最终的结果，面试官的决定，他那天的心情，其他候选人的表现，所有这些都是外国领土。你的任务是痴迷的只关注你准备的质量，然后将结果交给命运。和平来自于做出这种清晰的区分。最后，思绪会抵制，因为担心不可控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它对我们的要求更少。担心全球经济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另一方面，为我们自己的态度承担全部责任是一项要求苛刻且持续的工作。责怪交通不可控比承认我们没有妥善计划我们的时间可控更容易。划界的练习迫使我们照镜子，并专注于我们唯一能够真正管理其行为的人，我们自己。而这种激进的责任起初可能令人生畏，但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蕴含于此。让我们回到你思绪如房子的比喻，在第一步，你清理了内部，清除了所有的垃圾。现在，在划界的一步，你走到窗户和门前，担忧清单就像街上的噪音，汽车经过，人们争吵，救护车的警报声。如果你让所有的窗户都开着，所有这些外部的混乱都会侵入你的房子，并扰乱你的和平。试图控制街上的噪音是疯狂的，你不能要求城市为了让你睡觉而保持安静，那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画圈的行为是决定关闭和锁上哪些窗户的行为。每一个超出你控制范围的项目都是你紧紧关闭的一扇窗，隔绝了外部的噪音。你承认噪音存在，但你拒绝让它进入你的圣殿。圈内的项目是那些已经在你房子里并且你可以整理的东西，决定关灯，调整恒温器，为第二天准备衣服。你的领域是房子的内部，外部世界将按其自己的进程发展，无论有无你的允许或担忧。想一想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城堡，城堡的主人负责城墙的完整性、卫队的训练和食物的分配，这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天气、敌军决定攻击与否，或者肆虐该地区的瘟疫，所有这些都超出了他的控制。一位明智的领导者将他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加强他能控制的东西上，城墙、卫队、物资。他不会花他的睡眠时间为一场风暴的可能性而苦恼，他尽其所能做好准备，并接受随之而来的一切。他的和平来自于知道他在自己的领域内已经尽其所能。这种实践将你从一个忧心忡忡的公民转变为一个警惕的守护者。你不再是世界事件的焦虑观众，而成为你自己领域的主人。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小，力量不是来自于拥有一个巨大的帝国来控制，而是来自于绝对精通的统治你所拥有的帝国。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和行动。通过对不属于你的东西锁上你思绪的窗户，你创造了一种对外部世界混乱坚不可摧的内心寂静，那才是真正的安全，真正的和平。这第二步的结论是自由，一种深刻而真正的自由，来自于放下你本不应该承载的重负。剥夺我们睡眠的大部分东西是属于他人、命运或偶然的负担。通过有意识地在沙滩上画下这条线，你将自己从夜间修复世界的自我强加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你曾经分散和被成千上万个担忧所分割的能量，现在变得集中而强大，只专注于你实际上可以改变的事情。你获得了非凡的精神效率。思绪停止在无法解决的问题上浪费处理周期，这就像关闭了所有在你的电脑后台运行、消耗内存和电池的不必要的应用程序。突然间，你思绪的操作系统运行得更快、更流畅、更安静。明天你将有更多的可用能量来投入到你圈起来的事情上，那些真正重要并且你能赢的战斗。担忧是能量的窃贼，划界是你的守卫。最重要的是，你培养了斯多葛派的美德、智慧、
区分你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能力。这不仅仅是一种改善睡眠的技巧，它是一种改善生活的哲学。每晚练习这个，会训练你的思绪在白天实时应用同样的逻辑。在面对挑战时，你将变得不那么被动，不那么沮丧，更加宁静，因为你会本能地知道你的能量应该用在哪里，以及什么应该被简单的接受为生命流动的一部分。因此，你在这里获得的力量是专注主权的力量。你不再是出现在你意识中每一个问题的仆人，你是你城堡里的国王，确切地知道你的王国在哪里结束，外部世界在哪里开始。你在你的城墙内履行你的责任，并将余下的交给宇宙。有了这种清晰，和平不再是一种希望，而是一种逻辑上的结果。你的思绪是干净的，你的边界是安全的。现在只剩下一步来完成这个仪式，在你刚刚准备好的肥沃土壤中播下正确的种子。你的最终任务是最微妙的，也许也是最具变革性的。随着精神垃圾被清除，你思绪的边界变得安全。你现在拥有一个干净、安静和接纳的内心空间。大自然厌恶真空。如果你不刻意选择在这个空间里种植什么，焦虑的杂草会再次试图生长。因此，你的任务是播下一颗单一而强大的智慧种子。你将拿起一段斯多葛派的文本，来自塞涅卡、马可·奥勒留、艾比克泰德，并阅读一段，仅仅一段。目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冥想式的吸收。选择一段谈论勇气、宁静、问题短暂性或内在力量的段落，慢慢的读2到3次，让文字产生共鸣。目的是让这成为你的思绪在你投身睡眠前处理的最后一条信息。你将不再伴随着一天担忧的回响或手机屏幕的蓝光入睡，而是伴随着2000年哲学实践的永恒智慧在你潜意识中回响而入睡。你在刻意的为你的梦境和你的觉醒选择配乐。这个行为是塞涅卡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和尼禄皇帝的顾问称之为照顾灵魂的行为。他明白思绪就像一个花园，仅仅拔除杂草是不够的，还需要种植花卉和果实。夜晚阅读一段哲学段落是浇灌美德种子的行为。宁静、韧性、视角，你正在为你的思绪提供它在休息期间变得更强壮所需的营养，而不是让它饥饿并易受其自身消极模式的影响。这是一天中最后的滋养。合上书，关掉灯。当你躺下时，在心里重复最让你感动的短语或思想，不要分析它，只是握住它，就像握着一颗光滑温暖的石头在手中，让它成为你的锚，你的咒语。如果其他思想试图出现，轻轻地将你的注意力转回到你种下的智慧种子上。这是最后的指挥行为，选择你将用以结束你的意识并开始你睡眠之旅的思想。你不仅仅是在睡觉，你是在休息时治愈和强化你的思绪。对这种实践的主要抵制将来自于现代对廉价刺激的沉迷。你的思绪习惯于在睡前无休止地刷社交媒体、看剧或消费突发新闻，会觉得阅读一段哲学无聊。他渴望多巴胺的冲击，不断的新奇，被动的娱乐。静坐于一个深刻思想的想法似乎是一项巨大的努力。挑战在于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并重新教育你的思绪欣赏深度而非分心，营养而非精神糖果。还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是非生产性的，我应该在休息而不是读哲学。你务实的思绪可能会争辩，这是因为我们将休息与没有活动混为一谈。真正的精神休息不是真空，而是专注的平静。在睡前让思绪漫无目的的游荡，不是休息，而是让它在原地打转中更加疲惫。专注的阅读一段智慧的段落，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休息，它就像对灵魂的一次长时间的伸展运动，为更深层、更修复性的休息做准备，而不是仅仅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怀疑主义可能再次出现，读一个2000年前死去的人的一句话，怎么能帮助我解决现代的工作和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视角的失败。技术在变，衣服在变，城市在变，但人性、我们的希望、恐惧、焦虑和欲望
却惊人地保持不变。塞涅卡在尼禄宫廷面临的问题，在其本质上，与我们在办公室和家庭中面临的问题相同，嫉妒、害怕失去、寻求意义。他们的智慧是永恒的，因为人类的操作系统没有改变。他们的言语是一面镜子和一张地图。最后，懒惰会成为一个障碍。在漫长而疲惫的一天之后，并且在已经付出了写作和画界的努力之后，跳过这最后一步的诱惑将是巨大的。我已经做得够多了，你会想，但这最后一步是封印整个仪式的关键，它是封缄你夜晚信封的热蜡，没有它，门就没锁，易受攻击。它是用积极和强化的东西取代清洁后留下的真空的行为。忽略它就像整理了整个房子，然后把前门开着。这是大师的最后一笔，建筑师的签名。回到我们的精神家园，你用清空的方式清除了所有的垃圾，你用划界的方式关闭并锁上了门窗。现在房子干净、安全、安静。你做什么呢？你可以坐在黑暗中，但这会招来忧郁。种子的步骤是在房子中央点燃一支蜡烛的行为。一支智慧的蜡烛，它的火焰虽小但稳定，其柔和的光芒充满了整个空间，驱散了角落的阴影。这支蜡烛不是篝火，它不是刺眼的光，它是一种平静而安详的火焰。斯多葛的段落就是那火焰，它的存在不是为了照亮外面的世界，而是为了给你的内心世界带来一种温暖和光明。当你睡觉时，这支蜡烛象征性地继续在你的思绪中燃烧，一座宁静的灯塔。如果万一你在半夜醒来，你的思绪不会被抛入恐慌的完全黑暗中，而是会有一个小光点可以回归。那句塞涅卡或马可·奥勒留的话来重新定位自己。想一想，一个农民在准备好土壤、犁地并清除石头和杂草之后，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最重要的一步还在后头，播下正确的种子。他知道，如果他让准备好的田地空着，风会带来杂草和其他不想要的植物的种子。他必须有意识地选择他希望将来收获的种子，无论是小麦为了面包，还是花朵为了美丽。你的思绪在完成前2个步骤之后，就是那片准备好的田地。斯多葛的段落就是你刻意种植的高质量种子。这样，当你醒来时，你收获的不是焦虑，而是清晰和力量。这最后的实践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同情和关怀的行为。你正在把自己当做一个值得比带着一天有毒残留物入睡更好的人来对待。你正在给自己一份最后的礼物，一种给思绪的慰藉。这是一位哲学家的摇篮曲，一条信息说：你是安全的，你是坚强的。你内在拥有面对明天任何事情的资源。现在休息吧，带着这份确定，睡眠不再是一种逃避，而成为它本应有的样子，一个深刻的治愈过程。完成这个仪式后，你不仅会入睡，你会带着意图进入休息，就像一位大师进入他的领域。你从这最后一步获得的力量是积极潜意识编程的力量。你入睡时的状态深刻地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和你醒来时的状态。通过将一颗智慧的种子作为你最后一个有意识的思想来种植，你正在指示你的潜意识在夜间处理这些建设性的材料，而不是无休止的重播焦虑的破坏性材料。这意味着你不仅会睡得更深，你醒来的方式也会不同。你不再是一醒来就感到世界的重压压在肩上，而是更有可能带着塞涅卡的智慧解决方案仍在脑海中回响而醒来。你带着一种视角感醒来，一种在夜间未被动摇反而得到加强的基本平静。你不是从零开始新的一天，而是从一个精神优势的位置开始，已经锚定于一个哲学的真理。这种实践的长期力量是智慧的内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夜复一夜，这些种子将开始发芽并生根。马可·奥勒留和埃比克泰德的教诲将不再是纸上的引语，而成为你精神结构的一部分。你将不再需要寻找引语，因为智慧已经活在你之内。你将本质上成为斯多葛派，平静和韧性将成为你的默认设置，而不是你需要努力去达到的东西。就这样，仪式完成了。你以一个夜间人质的身份开始夜晚，任由你的思想摆布，
并以自己修习的建筑师的身份结束它。你没有驱逐你的问题，但你整理了它们；你没有消除世界的混乱，但你保护了你的和平，免受其害。你不仅清空了你的思绪，而且用力量和智慧填满了它。你把上床睡觉这个平凡的行为变成了你最强大的日常自制实践。通过这种实践，你不仅夺回了你的夜晚，你夺回了你的生活。你已经到达了这个仪式的终点，但这不是一个结束，这是一个开始。你今晚收到的信息，如果仅仅停留在信息层面，那是无用的。它需要变成行动，它需要成为你的一部分。许多人会观看这个视频并感到一时的宽慰，但明天他们会回到旧习惯，让混乱重新占领他们的领地。你不会是他们中的一员。你不同，因为你坚持到了最后，这证明了你的承诺。所以现在是时候封印这个承诺，把它从一个短暂的意图转变为一个永久的法令。这是你作为你修习的新建筑师的第一个正式行动。你作为你夜晚守护者的旅程始于一个公开的声明，不是对我，而是对自己。到评论区写下这句话，这个誓言：我的夜晚是我的。不要把它看作是视频里的一个简单评论，把它看作是与你自己思绪签订和平条约的签名。这是你的第一个指挥行动，你对你内在状态主权的声明。当你在那里时，点个赞，让这个信息找到其他同样在黑暗中进行这场战斗的人，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知道需要听到这个的人。帮助他人加强他们自己的城墙，是已经找到和平之人的责任。最后，为了巩固我们正在形成的守护者社区，请发表第二条评论。简单的写：我坚持到了最后。这为其他人创造了一个信号，表明这里聚集的是认真、致力于自我转变的人。这是我们互相识别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在这条纪律严明的旅程中，我们并不孤单。现在，关上电脑，收起手机，执行你所学的仪式。理论结束了，实践现在开始。夺回你的和平，宣告一天的结束。好好睡吧，因为你值得拥有。你掌控一切。